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小龙套到大男主琉璃助力了袁冰妍，也帮李心泽挨过难关。在琉璃云歌会的时候，剧目女主玄机的扮演者袁冰妍曾在舞台上小秀过一段舞蹈，让不少人惊喜。原来她还会跳舞。事实上，年少时她就遵循妈妈的建议，学了许多年的舞蹈。在那期间，还跟随团队出演了多个大型活动。彼时在跳舞方面已算小有成就的她，在选考大学时，却坚持要走演戏这条路。在这条路上，没有资本强推的她是吃了不少苦。即使在之后的采访里回忆起那些过往，她总是乐呵呵的样子。但回顾她当演员的这些年，就会知道她成名不易，而琉璃真的算是救了她一次。入行时曾被训教琉璃大爆，祝袁冰妍接戏顺利。才开始演戏的时候，她仅仅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，都才考进来没多久。既不是童星，这天赋在当时也不明显，所以她能接到的剧要么是小成本的，要么就是各种雷剧情的。当过支出近几分钟的龙套，也演过如白衣校花与大长腿这样使影视区博主团建吐槽的烂片。在入行初期，想要学习更多的袁冰妍，曾在拍完自己的戏份之后，站在现场观摩，结果因为失误被导演训教。彼时他还没更多的自主选择权，这份权利直到琉璃播出之前都没有。在拍完琉璃之后，他表示自己看到了很多很好的会，积极的去了尝试，但最后得到的反馈却是不尽如人意的。琉璃19年拍的，彼时他已经27岁。在这个年纪，有的艺人已早早成名。90花里杨紫与热巴都在争顶流位置，而袁冰妍还处于屡屡被拒的状态，当时处境肯定是有点糟糕的。但好在她入圈的第8年，琉璃爆火了。从拍戏这部剧到正式大爆，袁冰妍就像往常一样，什么都没多做。但这戏约就不出意外的多了起来，她也终于能拿到一番女主，能有自己的选择了。从快要被淘汰的小花，到如今风头越来越盛的古装女神，袁冰妍要感谢琉璃是自然的。而剧组另外一位演员李心泽，也确实要感谢欢瑞的欣赏了。李心泽出演《罗侯记》都从小龙套做到大男主，网友直呼嘟嘟厉害。李心泽的年龄比袁冰妍还在长上2岁。在出演《罗侯记》都之前，他是一个在演员表上都不配拥有角色名的艺人。他也曾拿到过男主剧本，但那些项目一看封面就知道有多小成本。连着拍了那么多部，既没有出圈，也在慢慢消磨路人缘。在参演了《幸福》触手可及之后，他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了大制作项目，但彼时他还是一个戏份没多少的男 N 号。在拍《琉璃》之前，无数次试戏失败的他已经决定好绝望而归了。但经纪人的一通电话让他上了地铁。在剧目开拍月余后，他通过5天减重到导演要求的体重，成功拿到了最后一个角色，也是剧组最后一个爆火的机会，那就是罗侯记都。定妆的时候，剧组光是一条线就来来回回定了4个小时。用心对待妆造的行为，让彼时的李心泽觉得这一定是进对了组，而事实却确实如他所想。琉璃火了，而他认真扮演的《罗侯记》都也被网友调侃为是可怜嘟嘟。明明实力高强，却被好友一杯毒酒就送上西天，差点就不能重生归来了。在剧里，不管是罗侯记都假扮玄机时的娇弱可爱，还是他面对帝君时的无奈释然，各种小情绪李心泽都拿捏到位。虽然这个角色也算是个客串，就出现了6集，但出色的演绎与帅气的造型让大家眼前一亮。
在发完了收官感想之后，李心泽的转赞评数就达到了8000多条，是之前的8倍。而后，他的男主电影《爱到病除》就上线了。如今，他虽不是签约在欢瑞的艺人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待播剧多是欢瑞出品的。这其中既有玄幻仙侠的《沉香如屑》，又有现代治愈的《南风知我意》。在经典 IP《仙剑4》里，李心泽再次突破自己，演了个童颜鹤发的长老，名为重光。在路透里，一身白衣谪仙气质的他，在人群中很是出众。连着无缝进组，每尝试不同的、有挑战性的角色，网友直呼嘟嘟厉害，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能如琉璃一样，再次火遍全网。